陈太太顺利离开台湾了吧？应该已经到舟山了吧？先生，聂副官。这个馅儿放的太多了，肚皮都要撑破了。这样差不多啊。对，就这样，你看，你就这样往上一磕就行了，就好了，很简单吧？哎，你们回来啦！来，于心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上次说的新认识的朋友陈太太，从香港来的。这是我家先生吴石，这是他的副官聂希。吴先生好，听您太太听您好几次了，幸会啊。幸会陈太太，欢迎来家里做客。我去换身衣服。好。碧葵，你过来帮我一下。啊，那你稍等我一下，没我他连衣服都找不到。哦，真的是。聂希，帮忙照顾一下陈太太。好的，师母。陈太太，您不是应该已经离开台湾了吗？我想了想，我觉得还是不走比较好。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？台湾圈子很小啊，太太圈子里我就认识了，我们很聊得来，谈得很投机。老师的事儿，师母可都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你放心吧。陈太太、聂副官，你们要不要喝点茶？我去沏茶。好。好，来，谢谢。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那陈太太？啊？我前2天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说我认识了个新朋友，要带回家来给你认识认识。看来你心里除了工作，什么都不记得。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朋友？你记起来了？你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认识的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跟查案子似的。能带回家的朋友，肯定交情不浅嘛。我就想多听你说说，毕竟你朋友不多。那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不多，那我在福州还是挺多朋友的。也是。换上吧。陈太太，我直说了，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。那我跟吴太太一会儿打个招呼吧。谢谢。谢谢。陈太太，请尽快离开我家。我知道了。陈太太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了想，还是不打扰了。不打扰，一点都不打扰。不是说好了晚上在家里吃饭的吗？我准备了一大桌子我们福州的那个家乡菜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美味，一定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。那，于勋，你帮我劝劝陈太太，让她留下来吃完饭再走。如不嫌弃，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。好的，那就添麻烦了。不添麻烦，不添麻烦，都已经备好了。那个，于勋，你帮我招待一下陈太太。叶希，你去看看师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陪陈太太去园子里走走。啊，好。那个陈太太，让于勋陪您在园子里走走，饭马上就好啊。好的。
这跟我太太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纯粹是朋友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通讯证还在你手里吧？一会儿你找个合适的理由，赶紧离开这里，离开台湾。那以后您手里的情报怎么办呢？小棒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。那可不可以等新的交通员来之后，我再走啊？不可以，你一天都不能留。作为一名交通员，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。上次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私自把胶卷送出去，我可以不计较。但这次你私下联系我的家人，这是更严重的错误。我不管你想法和计划是什么，明天坐船回香港。那第一次约在店里招待所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您的失误啊？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的接头地方。这我承认。正因为在店里招待所留下了隐患，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台湾。前2天，我听窦太太说，那天段厅长来接段太太了，他看见了我和毕奎。但是请您相信，我绝对没有露出破绽，他是真信了我是您太太的朋友。那以后呢？你能保证以后段太太不会在太太圈知道些什么吗？据我所知，段太太现在去不了罗公馆，所以我暂时是安全的。吴先生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等新的交通员来了我再走。而且我敢保证，万一我暴露了，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。你舍命？舍你自己的命？那你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舍命了，家人怎么办？您不是也有家人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坚持？本来给您派的新的交通员是一位叫德英的姑娘，但是运气不好，她在过关卡的时候，通信证出现了问题。她被捕了。她反应很快，快速的跳了海。她不会游泳的。当时我就在边上看着，什么都帮不了他。小万会想办法寻找营救他。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报道，说在维多利亚海滩上发现了一具为情自杀的女尸。报纸上有照片，我认出了是德英。他24岁，而且他马上准备结婚了。吴先生，我的身份是便利的，是灵活的，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啊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爸。这位阿姨是谁啊？哦，这是你妈妈的朋友陈太太。妈妈的朋友，你把她怎么了？
学成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放学？哦，我今天当值。啊，快叫朱阿姨。朱阿姨好。啊，学成好呀。吃得惯下饺吗？啊，吃得惯，吃得惯。我做了一些我们福州的家乡菜，啊口味都比较偏清淡。来，来尝一下这个鸡汤川海棒。谢谢谢谢。我可炖了1天了，怎么样？好喝呀，鲜的眉毛都要掉了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你这个福州菜你吃不惯，太清淡了呢。朱阿姨，刚才您在院子里和我爸聊天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刚才和吴先生聊天，才知道吴先生在日本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。哎，往事不能提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啊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也是有缘，真没有想到，跟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。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，没有看到抗战胜利，真是遗憾。不过今天很开心。不提了，不提了，我们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尝尝这个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吴先生也是福州人。对，我们俩是同乡，朋友介绍认识的。我18岁那年啊，就离家跟着他走了。18岁啊？对，我记得那年他还患了喉疾，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，说什么跟着一个当兵打仗的人啊，肯定是要漂泊不定的，过苦日子。是，当时碧奎家极力反对，但他还是毅然选择跟我走。后来有了第一个孩子，跟家里才缓和了。没有想到这一晃30年了，一直无怨无悔的。谁说我无怨无悔啊？要是早知道你这30年来工作越来越忙，我就不跟着你来了。那是我对不起夫人。如果你能遵守咱们俩的约法3章，说不定我还能原谅你呢。哎，师母，现在得有10章了。哪3章啊？呀，说来话长啊。有一次，他要去香港，去公务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让聂西回来拿东西，骗我说要在办公室里住几天，又是西装、皮鞋、领带。我说，哎，在办公室里住几天，怎么要带这么多东西？然后你怎么样，老板？没找到，抓阿晨就跟消失了一样。大车店和棚户区都找了吗？全都找过了。全都找过了。不应该啊！码头上我找了2遍，他又不是本地人，能藏到哪儿呢？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？不用，店里不能出纰漏，交通线也绝不能动，还得是咱们几个。明天接着找，去吧。是。吴太太啊，今天真是谢谢你的招待啊！哎呀，不要客气。今天的菜合胃口吗？哎呀，做得太好了，有空就经常来，你算来陪陪我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聂西，哎，你开车送陈太太。好。哎，凤梨酥忘拿了。哦，等我一下，聂西，来，还有好多东西要拿呢。快等我一下，陈太太。好。等新的交通员一到，你就离开。吴先生，您根本就不知道，香港已经没有条件派新的交通员了。陈太太，这个是凤梨酥，哎呀，这个是鱿鱼干，哎呦，这么多汤特别好，特别谢谢。还有，这个我熬了一点那个海鲜酱、沙茶酱，
拌面，然后炒菜多好。你这么多我拿不了了，多拿点面筋拿着啊。好，谢谢姐姐，我们下次。谢谢姐姐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聂曦的太太，高秀美。她旁边那个男人是美军少校，名叫 Peter。这段时间他们走得很近。确实是有很多不同场景的照片，但光看照片，并不觉得他们俩很亲密。但至少解释了聂曦为什么会和太太分居。为了方便你渗透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还可以叫人制作一些看上去很亲密的照片。那我先回了。洪连旺，庄老师，组长，吃点东西吧，专门从中华街给你买了鸭肉面线。没关系，组长，我不饿。吃点吧。你们台湾人不是常说，吃白面线是去晦气的吗？我行动了，快了吧？那我吃。陈密言，臣以天幸，复遭命凶，生寒6月，慈父见背，平年4岁，就夺母志。同学们。这个救夺母志啊，它讲的是张老师，看来今天晚上就是让林义良找到庄阿晨的日子。你是不是真对聂副官心动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胡说？你自己最清楚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对聂副官太过热情了。要不我们试试欲擒故纵，若即若离，怎么样？我又不想擒聂副官，何谈故纵？你都哪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怎么还有这样的文章？好好学学啊！恭喜啊，很快就要和我成为同事了。那谷组长，我要去哪个岗位啊？
沉不住气。别那么快想着官位啊、俸禄啊什么的，是吧？你呢，是从共谍投诚过来的，不能光靠着举报几个共党就让你进行动队吧？谁能服？没错，您考虑的对。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呢？今晚就是一起针对共谍的抓捕行动，怎么样？愿意参加吗？当然了，我等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能在您身边做些实事儿。只要一切顺利，你就算通过保密局的入职审查了。只要给我机会，我一定努力。准备好重新做人吧。让所有人按计划行动。是。别追了！别搞！
组长，都在计划之内。不管怎么说，任务完成的还不错。那您先回去，我让他们清理现场。天这么黑，万一三荣行的人没看清楚刘康福的脸怎么办？留他在这儿，也算是重新做人了。走。你是怎么知道三荣行的？对不起，我违反了工作条例。我们学校的王老师是工委的交通员，我们关系特别好。有一次，他带我来这边买东西，说让我先去逛逛，自己去就来。我有点好奇，就悄悄跟了过去。看他进了这家店，我就猜，应该是他的联络地点。猜到的，没告诉别人。没有，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过。王老师性格比较孤僻，总是独来独往的，他怎么会跟你关系这么好？我们是彰化的同乡，一起参加革命的。他菜烧得很好，做得多吃得少，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一样。没办法，他有胆囊炎。47年刚到基隆的时候还胖一点，结果您记错了，他是46年年底来的，我们俩当时一起离开的彰化。啊？47年吗？对。我记错了吗？47年。没错，是您记错了。哎，完了，你去休息。好，慢点。今天不用值班了？奇了怪了，你一说我姐找我吃饭，我这一想啊，一大桌福州美食等着我，我这浑身突然就不舒服了，所以我就请了假。赶紧上车吧。老板，躺好。怎么样？觉得好多了。委屈你了，只能在仓库里忍一忍。这已经很好了。我已经跟组织上联系好了，后天会送你到山上的武装基地去。保密局还在通缉我，会不会连累山里的同志们？山里隐蔽，又有同志接应，应该比仓库安全。哎，安心养伤。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。你们空军伙食够好了，怎么还馋呢？是啊，我也奇怪，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觉得家乡菜好吃，现在到台湾反而越来越想家乡菜了。老师也没见你多来啊。姐啊，这不是最近训练忙嘛，星期天都不放假了，这我还是请了病假才溜出来的。没听说你们空军有什么行动啊？搞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又不说干什么，成天把我们往死里练，感觉就是把我们当傻小子玩呢。哎，姐夫，您有听说我们有什么计划吗？没听说。周总长没说吗？他是你们司令啊。没听说呀。来，吃饭的时候不谈工作。对。
再给你姐夫倒了，他有高血压。你也别喝了，再喝了。慢点。行了。哎，姐呀，您让我姐夫少喝点是对的，但是我又没有高血压，您干嘛不让我喝呀？你一会儿不回基地啊？喝多了好吗？在你姐姐这儿想把酒喝痛快了，不可能。行了，我吃好了，你们慢慢吃，啊，我楼上还要处理一些文件。我送您上去，老师。好。玉勋，你看一下建成，如果打被子的话呢，他盖一下。他学成要是学完了，你让他抓紧睡觉。找机会去机场实地看看。哎。今天吃饭，我姐又催我成家，我只能打哈哈说我不想成家，其实我是不敢成家。你看看现在的局势，美国人不管我们了，台湾以后向何处去？我自己都朝不保夕，我可不敢保证给老婆孩子带来幸福和安全。我现在不就这样吗？对于老婆孩子，心里全是亏欠。我明白这种感觉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是一步一步看着你和阿美从神仙眷侣走到今天，她不容易，你也不容易啊，我知道你心里苦。今儿我豁出去了，我宁可让你喝个够。先回去吧。于队长，翁连旺在三人行待不下去了，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，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。继父，不写啊？干嘛呀？不去新竹吗？你怎么早点叫我呀？这还不够早啊？完了！我病假就12个小时，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我送你啊？还用说吗？赶紧吧，来不及了。别着急，我送你。快点啊，来不及了。看什么呢？真好看。看上人家了？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。哎，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，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，年都过不好了。这么大阵仗，是要炸哪儿啊？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，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卿拿出方案来，现在什么都不说，直接集体集合。上课要好好听讲，知道吗？慢点，小姐。哦，毛毛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谁啊？啊，我是保密局的，叫于湘南，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。保密局，没什么好事。
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，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，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。吴次长他对我很好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。想多了不是？我们是奉了建峰同志的命令，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。那不光是吴次长，还有陈主席、周总长，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。你想想，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让你白干的啊！你想想啊，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，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。王长官，机场马上禁闭了，您只能自己进去。继父，要不就送你到这儿，你自己进去吧。我已经快迟到了，兄弟，别废话，打开让我进去，快！对不起，长官，上面有命令，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。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哪个上面啊？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。听好了，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。你要是不让他进，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。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，来。你不怕得罪上面，我可害怕啊！放行。再不让进，我就让他给国防部吴次长打电话。哎，不合适。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吴次长好大的官威啊，还是不要提老师的名字最好。知道，就吓吓他。老板，我都收拾好了，走吧。现在不能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板，怎么了？突然出现了很多检查关卡。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？是。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，等等再说。这样也好，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。您救了我的命，需要我做点什么？20多架 B-24轰炸机正常待发，错不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，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。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！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，老师，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，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。地址的具体时间，估计除了老蒋、小蒋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那周志柔，周总长呢？他一定知道，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，他现在戒备心很重。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，没给。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。你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？起疑心我也要去试试。老师，不能冒险啊！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道回国的理由，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。目前，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。总长，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。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？哦，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，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，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，
气象站的李站长说，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。哎呀，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，看来是真找对人了。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！总长信赖，属下必然恪尽职守。总长，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这么信任吴次长？总裁钦点的次长，不敢不信任。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？总长亲自交代过，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。不用那么紧张，你做的没错。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，总裁非常的生气。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共谍，